thinking this evaded me. Could I believe in what my ears have not heard? Or will the suffering that surrounds me have the final word? Even on the darkest nights I know. 你好，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这2年，京都的观光人潮爆满，于是寻找避开人潮的秘境景点，成为热门的旅游话题。当然，我也没有避开这股趋势，开始往人少的郊区探寻一些秘境。在舟车劳顿后，享受了片刻的宁静，再依依不舍地离开。几次尝试后，郊区才有人少的秘境，就变成理所当然的想法了。思维在惯性之下，很容易忽略一些近在眼前的事实。京都有些观光客少的景点，根本不需要远离市区，而这些地方人少的原因，是因为旁边的环境有个主要的看点，因而让人忽略了这里。不过也因为这样，我发现了世间知名寺院里隐藏的绝美庭园。这4间寺院人气很高，观光客参拜完后就离开了，甚至不知道里面还有个别有洞天的庭园。这4个庭园分别藏身在东福寺、南禅寺、北野天满宫以及大德寺。现在就跟我一起去这4个庭园，欣赏被忽略的美景吧。东福寺建于1255年，因为兴建时想和奈良最大的东大寺以及最宏伟的新福寺做对比，所以取了东福2个字，命名为东福寺。东福寺最有名的是每年秋天的红叶景观，但这里很多建筑和庭园的来头也不小。室町时代重建的山门是国家宝藏，天花板和柱子有色彩丰富的画作。1347年重建的禅道是日本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坐禅道场，也是重要文化财产。建于1603年的偃月桥也是重要文化财产，和通天桥、卧云桥并称东福寺3大名桥。秋天的经典画面就是被红叶包围的通天桥，不论是从下方往上拍，或是站在桥上的俯瞰视角，都很震撼。
也因为秋天的红叶景观太有名了，很多人的目光都只停留在建筑外的世界，而进入方丈后，顿时少了嘈杂的人声，形成强烈的反差。方丈庭园是僧侣的住所，有东南西北4个庭园，由庭园设计师重生美林在1939年创建完成。东庭最小，是枯山水庭园，用代表北斗七星的石柱、白砂石、苔藓和树篱来表现静止的世界。南庭最大，以蓬莱仙岛为概念设计的庭园，在白沙中放弃3座仙岛和京都五山，用直线分割白沙和苔藓是当时比较前卫的构图。西庭的棋盘式构图看似简单，其实和北庭的构图是通盘思考的结果。由大方格延伸到北庭的小方格，再慢慢变小，消失在东方，显然也是刻意留下想象空间的设计巧思。还能对视通天桥，像是在仙境看着人间的趣味。4个庭园各自都有特色，但当成一个完整的庭园来思考，却又富有深度，涵盖日本传统的753表达，看似简单，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南禅寺的秋天是东山地区绝不能错过的红叶景点。南禅寺参拜不需要费用，很多人在参拜结束，欣赏完旁边的水陆阁之后，拍了绝美的枫红照就离开了，完全不知道在后面的方丈还隐藏一座高品质的庭园。进入南禅寺，一定要穿过山门。山门是空性、无相、无觉三门的简称，代表佛教修行要达到开悟必须经过的3道门。山门被红叶环绕，可以穿梭在剑顷红叶林间，仰视山门的雄伟。也可以在登高望远之际，俯视红叶的绚丽。
短短的参道竟像是南海迷宫，迷失在这段火红的梦幻中。一旁的水路阁是从琵琶湖流入京都市的水道，1890年完工后，为京都带来干净水源超过100年了。从本坊进入方丈，这里开始隔绝了人潮，像是进入了异世界的空间。沿着走廊，分别会经过3个庭园。方丈庭园有大面积的白沙，只有在角落排列了植栽和巨石。巨石横向排列的方式与表达佛教世界观的庭园并不一致，是少见的排列思路。阳光洒在穿过屋顶的树梢，多彩的树叶更显得白沙的侘寂。小方城庭园用原石排列成心形，以祈求达到内心的平静。带有木质穿廊的6道花园，指的是6道轮回戒律的花园。6道轮回是佛教的世界观，认为人不断地在6个世界中轮回。虽然对佛法不太理解，但是看到雪松台石的排列与层林尽染的枫红，加上无人打扰的片刻宁静，心就满足了。北野天满宫是全国12000个天满宫以及供奉菅原道真神社的总社，自古以来被称为北野天神。作为祈求入学考试、学业顺利的神社，这里是学生必来祈求成功的人气景点。白天总是人潮不绝，秋天的夜晚，这里才像是获得了喘息的空档，偶有宁静的片刻。而隐藏在北野天满宫的庭园，是1年之中只有特定期间才会开放的枫叶园。枫树沿着溪谷生长，高低落差的地势让巡游的路线从看向下方的枫林，慢慢转变为走在树丛中的过程。透过红叶看向国宝本宫，是庭园中的经典画面之一。和白天不同的是，夜间赏枫看的是光影营造出来的意境。枫叶园运用不少装饰品，
让夜晚的枫树林少了神秘，而多了平易近人的雅趣。走在庭园中，就像是风光入场的运动员一样，拍打在肩膀的红叶，像是不停地在为我加油打气。红色的小桥在灯光映照下，显得迷人又浪漫。走出庭园后，再绕回本宫参拜一下。之前都是白天过来，没看过打上灯光的建筑。其实夜晚的天满宫感觉很有气质，像是印象中那些爱读书的学生会有的样貌。重要文化财的三光门，雕刻及金色装饰在灯光照射下，显得精神满满。国宝本殿串联了8栋古老的建筑，是桃山时期极具历史价值的建筑。之前白天过来，我还很好奇这么多的灯笼在晚上到底有没有用，今天总算得到答案了。白天看本来有点气势的成排灯笼，晚上点上灯火后，多了一股让人安心的力量。同一个地方，白天和夜晚竟然有那么多不同的感受，像是学生时期的恋爱，突然发现对方不知道的迷人特质，让爱情陷入到浓烈。大德寺是京都北部最大的寺院，共有20多个子院。大部分的子院平时是封闭的，少数几个在特定期间才会开放参观。因为不是常年开放的状态，很多观光客并不会把大德寺安排进行程里。因此，这里虽然有名气，但却不会有过多的人潮。心灵院只有在春季和秋季才会对外开放。心灵院的方丈庭园是由有昭和的小觉远州之称的庭师中根金作所设计建造。他是日本第一庭园竹立美术馆的作庭师，这里也跟着他的名气一样备受关注。大面积的白纱，
渐渐延伸出10块青苔及植栽，象征大海、岛屿和陆地，是理想中的蓬莱世界。在无人打扰的环境中，坐在原侧，享受与自己相处的时光。新林苑最大特色是保留了士丁时期建筑风格的本堂，建于1533年。现在看到的是整修过的部分，被列为重要文化财。方丈后方是青苔延伸的庭园，上面还散置了一些石块及石灯笼。相较于其他的庭园，新林苑的规模比较小。不过，就是这种精致小巧的布局，以及无人打扰的宁静，最适合下午过来这里发发呆，体验最原汁原味的京都。人生中的某些经验，或是看似成立的逻辑，有时候大脑并不一定那么可靠。人气高的景点，附近可能隐藏着安静的秘境，也不一定只有偏远的郊区才会有人少的景点。你看，来京都旅游，本来习以为常的思考，很容易就被推翻了。不过，也就是这些意外的发现，旅行才会有更多的乐趣。如果你也喜欢探索京都的秘境景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跟我一起寻找更多旅行的意义。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